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何妨此花拼凑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石墨顽强，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烟雾正现，在晴空风边，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誓言斑驳，请我自是经过，风雨中且让我应步而挪。Woken up. Don't give me this kind of expression. You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paying a price. I've got to pay a price too. Charlie Tsang and his son would never engage in a losing proposition. How much is he paying you? A woman like you would give up everything for money. But I have to admit, you're a very titillating little Nyonya. Bye-bye.总经理，王小姐回来了。Mr. Smith 非常满意，他请你下午到俱乐部去，等他的好消息。你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回房去！我叫你回房去，你听见了没有啊？我问你笑什么？你神经病啊！你笑什么？你无耻！你会有报应的，相信我，你等着下地狱吧。报应，没错，这就是你的报应。当初你和你家人就是用这一招来对我的，我现在只不过是一样画葫芦罢了。陪男人睡觉，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是，
睡觉。你去安排啊，看谁要跟我睡。不用跟我灌酒下药。去啊，快去啊！好啊，你总算露出真面目了。我没看错你，你根本就是个妓女，不要脸的妓女。是，我是妓女，你是龟公。快去给我安排。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滚开啊！神经病的！龟公，我要男人，快去帮我找啊！龟公，龟公。查理，先恭喜你呀！听说这次的银行执照你们10拿9稳，还需要归营开业后多关照我们。千万别那么说，那银行执照真的办成了，到时还需要你们商界的朋友多多支持啦。Daddy，Mr. Smith 来了。Is that any good news? Robert, you've really made a mockery out of me this time. What happened? You have told me that Cheng Xi was dying. Well, everyone burst out into laughter when I announced it today during the meeting. Cheng Xi is not only healthy and alive, he even was invited to present a report just now. That's impossible. I saw him in critical condition. And you are? I'm Robert's assistant general. 陈先生，你好。我先你好。怎么会这样的？ Whatever it is, I already kept my promise and cast my vote for you. But I cannot guarantee that all the others do the same. That's all I can do. Hi. Mr. Chen, your report was very detailed. Thank you. 范董，你这个副总经理别想干了。 Mr. Chen, I'd like to... 走走，喝糖水。最近天气热得很，少奶奶亲自煮了补足玉米给老太太、太太还有少爷清热滋润。姑姑，晨曦，谢谢。不客气。妈妈，希儿好像还不太习惯让珍珠照顾呢，对自己老婆还要说谢谢。这你们就不知道啦。他们念过洋书的人，有个名堂叫 gentleman 的。gentleman 呢，就是尊重女人。妈妈，你懂得可真多啊。这还不都是希儿给我上的课？卓卓真是个好学生啊！我教什么你都记在心里，我给你100分。哟！哎呀，希儿，你才刚出院就忙着公司的事，我已经跟大哥抗议了，说他还在新婚，应该给他多2天假，让他好好休息。2天哪里够啊？你去跟希儿他爸说，至少也要10天8天的。不行啊，卓卓，我们刚刚才拿到银行的执照，还有很多事要忙呢。少爷，你别怪我多嘴，有什么事情比传宗接代来的重要呢？可不是嘛，你们俩啊也应该选个良辰吉日圆房啦。
那你们婶婶啊，急的什么似的？妈妈，我怎么能不急呢？我不能为陈家添香火，一直心里不安。现在啊，我恨不得珍珠明天马上就能生个大胖宝宝。周周啊，我今天买了2本书，《天仙配》跟《陈世美不认妻》，我好好念给你听。不急不急，你们小两口难得有机会聚一聚，我可不想当不识趣的老人哦。若文是个坏人，就算玉珠有多么不愿意，最后还是……他不是自愿的吗？自愿？她怎么可能愿意嫁给那个人渣？晨曦，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我进来一会儿了，你都没有发觉。在想公司的事。公司的事有爸和小叔打理，你不必担心。不如听左左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嘛。刚才姑姑跟我说，神婆计算过了，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我们好好休息。珍珠啊，你见过你妹妹吗？她嫁了之后，你没有见过面吗？没有，姑姑说张家跟陈家没什么来往，而且左左对玉珠有一些，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联络了。左左对玉珠不满，这我知道。可是你们毕竟是姐妹，血浓于水，互相联络也是无可厚非的。不如这样吧，你约她出来，大家见个面。好啊。你怎么那么没用啊？2个人在一起，他不和你同床，反而问起玉珠的事。姑姑，你看我从头到脚都已经刻意打扮了，怎么知道他看都不多看我一眼，反而开口闭口就是玉珠，还叫我约他出来见面，真是气死我了！他想见就见得了吗？我听你妈说啊，那罗伯章把玉珠娶走之后，就音讯全无，就连第12天新娘该回门也不见踪影。你妈心急了，便叫你爸去问，结果你爸却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闻不问。你妈耐不住啊，前后都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过去了，结果呢，连玉珠的声音都没听见。姑姑，我忽然想起什么啊？你说晨曦她是不是已经知道玉珠被罗伯章强奸的事啊？这件事只有黄家几个人知道，而且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谁会到处去说啊？不管面对再大的阻碍，你都要跟他在一起。是。好，我会想办法把他放出来，让你带他离开。如果玉珠有困难，请你一定要帮她。月娘，我一定会帮玉珠的，我一定会帮她。我私自决定买下那批丝绸，为的是想赚多一点钱，没想到却被人骗了。是我的错，我太不小心了。
各位兄弟，对不起。好了，我妹子已经说对不起了，大家就这样算了。谁知道钱是不是给你们吞了？你在说什么屁话？有种说大声一点！哥，你别这样，他们有什么话就让他们说吧。刀哥，今天就算是你一刀杀了我，我也要说，兄弟们，我们拼死拼活收集了一大袋的燕窝，本来可以卖给收购商，马上就有钱入袋。可是他说要带出去新加坡卖，结果1分钱都没有拿回来。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我就第一个不信。我阿妹你也不信？哥，你这个混蛋！上回你拐到脚，我阿妹到处找草药帮你包扎，你现在为了一点点钱，竟然怀疑起我阿妹来。刀哥啊，一袋满满的燕窝扛出去，2手空空的回来啊！兄弟们都在等着这笔钱用啊。那阿瑟的老婆病得快要死了，等着这笔钱送医院啊。阿毛也等着这笔钱娶老婆啊。我还等钱买米啊。我也是，一家7口，吃木薯都吃到怕了。请你们相信我，让我再把燕窝运到新加坡去。我情愿把我那份卖给收购商，至少马上就有钱拿。各位兄弟，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定期把燕窝运过去。做生意讲的是个信字，无论如何不能失约。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们。对啊，我们才后悔相信你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月娘小姐千辛万苦把燕窝运到新加坡去，为的是谁？为的是自己吗？不是啊，她是为了大家。你们太过分了。桃姐说的没错，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眼里就只有钱，业绩跑到哪里去了？谁敢把燕窝卖掉的话，就先问过我这把刀。我的刀呢？谁拿走我的刀？你为什么拿我的刀？不是我要拿的，是我叫大傻拿的。哥，你不要动不动就亮出刀子，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是这些家伙不见刀子不流泪啊！他们是你兄弟，对兄弟不能动不动就以刀相对。你坐吧，让我跟他们说。各位兄弟，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好，我只希望你们再相信我一次。我相信月娘不会骗人的，月娘是好人，她买饭给我吃，月娘不会骗人的。那你们呢？快说！我也相信月娘大妹子。谢谢你，阿蛇。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把蛇嫂送进医院的。反正老婆也不会跑掉，我相信月娘。希望你不会让我们失望。黑狗，那你呢？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不吗？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尚叔叔，月娘，希儿当时病得很重，根本不知道要取珍珠过门。等她醒来，一切都成了定局。希儿根本就不爱珍珠了，她爱的是你。希儿病重时还一直喃喃地叫着名字啊。尚叔叔，不要再说了。是啊，都是往事，提它干什么？尚叔叔，你来这里是？我来这里收破烂。收破烂？这怎么会是破烂呢？月娘，在一些人眼里，这就是破烂。现在很多爸爸家庭都西化了，唉，这些东西摆在家里都显碍眼，丢的丢，砸的砸。
你看，这碗是景德镇烧制，制造年份应该是在光绪年，有整100年的历史。我不懂得这些，我只知道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丢了、砸了，那真的太可惜。所以呢，我才来收啊、买啊。不过我的家里已经堆了很多，再也放不下。只要有人懂得欣赏，我就卖给他。你想不到吧？有些洋人当它是宝，买去收藏。是吗？盛叔叔，你说，如果我在这里收集这些东西，再带到新加坡卖，行不行？当然行，新加坡外国人很多，这生意有的做。月娘，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那就跟我来，我教你怎么分好坏。谢谢盛叔叔。怎么，又没吃啊？我看他饭菜还摆着没动，就收了。你是死人呐、不会叫他吃啊？他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万一饿死了，又要怪我们去做下人的了。我有叫啊，可是我怎么叫他都不应。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吃饭了。不是很漂亮？漂亮吗？少爷，那我们见了面再谈。好，再见。少爷，你没看见我在讲电话吗？少奶奶她怎么了？她是不是死了？死了就死了，大惊小怪的。她变得好可怕，好像变成什么？好像鬼上身了。要不要跟我睡觉？给我那儿！给我那儿！滚开呀！给我过来！你这个疯婆！快拉开他！快拉开他！你这个疯女人！快点把她送进精神病院！男人，我要男人。黄玉珠小姐是住在这间病房。你是哪一位？我是她朋友，她不舒服，我来看她。对不起，她不见访客。快点啊！
是晨曦。晨曦。你为什么哭？不要哭。玉珠，我不会让Robert Zhang这样对你的，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不要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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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想公事啦？难得放几天假，你还是天天忙进忙出的，走走看了心疼，特地叫我们到海边的别墅住几天，让你好好休息啊。你怎么了？你的眼神很奇怪。看见玉珠了。是吗？我打过电话给他，可是张家的人不是说他不在，就是说在忙，想见他一面都难。你是怎么遇见他的？在外面碰到的。哦，那他怎么样了？我跟他说，你很想他，改天大家出来见个面。他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没你这个姐姐。”哼，我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妹妹。太过分了！我怎么了？你看见玉珠被Robert Zhang欺负，却没有救她。他胡说八道！他真的在胡说吗？当然是胡说了，他胡说啊！那他被Robert Zhang欺负，总是事实吧？那怪得了谁啊？谁叫他去把那个小野种给放了？所以Robert Zhang才会把他当成是那小野种，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说Robert Zhang本来要下手的对象是月娘，不错，就是那个小野种。不要这样说他。我叫他小野种，你心疼了？你是不是还对他念念不忘啊？我现在跟你谈的是玉珠的事，没什么好谈的。要说害他的人，就是那个小野种。谁叫他那么多事？那个小野种第二天就要嫁给刘一刀了，玉珠却把他给放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放了月娘？我怎么知道啊？如果玉珠不去帮那个小野种，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你看见了一切，却不阻止Robert Zhang，不去救你妹妹。我当时也很慌很怕，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是他恨我，他恨我把你给抢走了，所以才对你说的这些话，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他真是太可恶了，活该他对我Robert Zhang强奸啊！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她是你亲妹妹呀！
是他说不认我这个姐姐的。他没有说不认你。他在意识模糊的时候，还一边喊着：“大姐救我，大姐救我！”那你刚才又说，你刚才在套我的话。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因为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事实。玉珠现在躺在医院里，是绑在医院里。他现在已经神经失常，还浑身都是伤。我才多久没见他？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连我都认不出了。这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想这样的。太可怕了！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妹妹被别人糟蹋，却无动于衷。你实在太可怕了。陈曦，你听我说的都是气话，我说的都不是真啊！陈曦。陈曦，你别走啊！你等等我啊！你听我解释啊！陈曦，你们又怎么啦？姑姑，他欺负我，我就知道他不爱我，他想甩掉我。小声点啊！你想闹到全家人都知道啊？我就是要闹到全家人都知道，看他还敢不敢欺负我！走，我把你捉住！陈曦他欺负我，他欺负我啊！你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动不动就闹吗？姑姑，好了，别哭了。他怎么样？他的情况不稳定，我刚给他打了支针，才让他睡着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予适当的治疗。神经病哪有得治的？不用治了，我要他马上出院。可是他的情况，我要他出院，你签字就行，你啰嗦什么？ No, if we discharge the patient now, her condition will just become worse. 他是谁 Dr. Johnson 是精神科的权威，他不是张先生你请来的吗？我什么时候请他？ Dr. Wong, the patient's condition is quite serious now, and the medicine we are using does not work. Who asked you here? You're the patient's husband. Your wife deserves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I ask you. Who asked you here? I have been entrusted to look after this patient by Mr. Tan. 陈曦。陈先生，你凭什么叫医生来看我的老婆？王医生，马上办手续，让病人出院。不行，我要他出院，谁能阻止？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就让他留在这个医院把病治好。一切的医药费由我来付。可是我的家务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操心？Dr. Johnson 是这方面的权威。他说，只要玉珠继续留在这里接受他的治疗，他就有复原的希望。对不起，家里有人住神经病院，传出去会很丢脸，所以我要他马上出院。你下去。你将会害死他的。她是我老婆，她就算是死，都不关你的屁事。你是不是人呢？在你这个大好人、大善人眼中，我当然不是人了。哎呦，不是人就不是人，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Robert， 你听着，玉珠本来好好的，她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的责任。我会联络她的家人，向你追究责任。你吓我？大英法律明文保障妇女安全。你如果要带她出院，我就报警。陈曦，你不要欺人太甚。是你欺人太甚，你最好小心一点。我不会罢休的。好啊，那看谁对谁不罢休。怎么样了？张先生，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太太的伤势。在调查的期间里，请你继续让你太太留在医院里。开什么玩笑？你们是怎么办事的？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我要向你们的上司投诉。对不起，刚才所传达的就是上司的指示。佩服啊！给我追追枪！怎么只剩祠堂没搬走？后代子孙都不拜祖先了，还要祠堂干什么？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要了，要的他们都已经搬走了。那先人的牌位和照片，我们该怎么办？请去烧吧，要不然来拆屋的时候，就什么都砸了。连牌位和照片都不带走，太过分了。也许再过些日子呢，大家连爸爸牛娘的服装也不穿了，连牛娘的菜也不会煮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有盛叔叔你这个有心人。我这个有心人都不知道还能做多久呢。说不定我明天两腿一伸就完蛋了。盛叔叔，我不准你这么说。圆圆，我只是想跟你说，如果我真的两腿一伸，你可要继续。我不听，我不听。Satu dua tiga empat lima enam tujuh setengah berapa tinggi tupai melompat sekali tak sekali jatuh ke tanah。盛叔叔，你在念什么？马来板凳。这间屋子的老太太是我妈妈的好姐妹，已经过世了。她和我妈妈都喜欢听我唱板凳。板凳是什么？就是马来诗歌。像我妈妈那样的老牛娘，不认识字的，只靠听故事、唱诗歌来消遣。我还自己编曲、自己打鼓呢。盛叔叔，不如唱一段给我听。
1, 2, 3, 4, 5, 6, 7, 8, 9. Berapa tinggi tupai melompat, sekali tak sekali jatuh ke tanah。月亮，你到了新加坡去找这位张天福先生，说是我介绍的。他是个老爸爸，家产全败光，但还守着一间大屋子。你让他介绍一些收藏家给你，你照我的价钱开给他们，1分不减。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不怕卖不出去，那就是古董。时间越久就越值钱了，记住啊！邵叔叔，你教我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就等你说这句话。你煮几道地道口味的牛娘菜请我吃就行了。那还不容易，我这就去准备，下午带去你住的旅馆，让你吃个痛快。好，好。那我先走了。月娘，再见。待会儿见。你是谁？为什么老是跟着我？我已经留意你很久了，你想干什么？你笑什么？笑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记住这把刀吧，这就是刘一刀用来杀猪的。你死不瞑目，就得找刘一刀吧。取下。取下。